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Wilson， 欢迎来到威尔森实验室。大家看看这个画面，是不是有让你想到将近30年前的这个 Game Boy 上的神奇宝贝游戏呢？这种2D 的像素风格，其实它就是 Open Cloud 有一位很有才的这个网友，他所制作的这种可视化的工作区。他把他的这个名称叫做海星小龙虾办公室，所以你看他做的就很像那个神奇宝贝里面那个海星嘛。然后只是它长出了这个一对钳子，一对巨鳌，然后它会根据它不同的工作内容，包含待命、工作、同步、报警，而会让这只小海星在这里面不同的位置。比方说，它现在是在待命状态嘛，所以它就在这里坐在沙发上休息。如果工作的话，就会让它在这个电脑桌前面，好像在工作的样子。其实它这就是平常，如果你的 Open Cloud 在帮你进行一些任务的时候，你把它做成可视化，就会在这个画面上。你看这样子还流汗，很可爱。然后你看这边有一只小猫咪，你点它，其实它也会生成不同的风格，或是后面像它这个有一个像阿凡达的图片，你也可以点它。它会就变成不同，像这个 Godfather 教父啊，这个等等。然后像这个有些东西也都可以来点，台灯有些可以点，有些不能点，然后大家也可以自己上来玩玩看。然后如果先按同步的话，你看这个海星就躺在床上来同步了，它就是等于是在备份就对了。你只要在备份的过程，海星就会躺在床上。然后像这个盆栽也可以点，这台灯不行。我想说，如果未来这作者有讲说，里面你也可以串你自己的 API， 然后他是建议说你可以用包含 Nano Banana 2或者是 Nano Banana， 你自己串，然后你之后可以来改你的一些界面。然后像是报警，报警它就会到这里有这个伺服器，可能就是类似有一些 bug 或者是执行的时候会有一些错误，所以当你在执行一些错误指令的时候，海星就会在这里，这伺服器不能点。OK， 总之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有趣的。你好像说让原本冰冷冷的一些程式码指令，然后让它这样可视化，而且还让它用一个这么有趣的画面来呈现，就觉得说你好像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会蛮容易让这个 Open Cloud 出圈的，尤其这么可爱的画面。我朋友已经有在说了，他说如果真的这样的话，他都想来下载 Open Cloud 了。OK， 然后像讲到朋友，他这里这个访客列表，等于说你之后也可以像是邀请其他人，然后包含其他的 agent 来到你的这个龙虾之家等等。然后左下角的这里的是昨日小记，就是你的一些 memory， 它会支援 memory， 你只要更新的时候，你的一些新的 memory 就会出现在这里。它这边写 Cloud Note， 所以总之我觉得整个画面是很有趣的，大家也可以自己去下载这个 GitHub 来玩玩看。这 GitHub 的话，网址我也会放在资讯栏，然后这里面就是它的一些在 GitHub 的资讯。OK， 你看它其实也可以自己去做你不同的风格，像这个是这有点像奇幻森林风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不知道怎么风格，反正就有趣，大家可以自己玩玩看。然后至于要怎么设定的话，它在这个 GitHub 上也有介绍。那其实最简单的讲法，最简单的做法，你直接就是到你的龙虾的界面，不论你是用 Line 或者是 Telegram， 我是直接用 Telegram， 然后你到这里有一个 Skill， 你点 Skill 里面，它有说30秒一键启动嘛，当然这些你是可以用本地，你不论你是 Mac 或者是你本地，你用那个 PowerShell、Windows 来跑也可以，一个一个，但是其实这里我觉得比较复杂，如果不想那么复杂的话，你可以直接跟你的龙虾讲说，请帮我执行以下的这个，你直接把这个连结丢给你的龙虾，然后你就直接说，请帮我执行这个相关的 skill， 然后把需要安装的内容安装。那我也会把指令打在资讯栏里面，你们就实际去操作看看。然后操作完指令以后，它最后就会把那个连线，主要就是这一个，它会把这连线的这一端，它会显示在你的那个龙虾对话中，你点开了以后，它就可以在里面让你下载。那为什么我点开这里没有？因为我原本的这个18791，我是已经把这个 port 我给我的龙虾了，
所以我后来我自己改的是18793。OK， 总之你们可以自己去玩玩看。然后有几种不同的方法，因为它也支援在手机端，它也可以支援在手机端使用。但手机端的话，你等于是要用 Cloudflare 这种方式，你就等于是要给它一个网址。那当然你可以搭配你自己，如果你有自己的这个网域的话，你也可以把它绑在 Cloudflare 上，或者是说像我自己一样，我是用我 Hostinger VPS 的做法，我是开一个 SSH， 然后开一个 port。对于相关的设定，我也会放到我的 LINE 社群里面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进来笔记本中领取。而作者在3月的时候又把这个界面做了一些更新，所以我原本它的名字龙虾海星嘛，海星龙虾，那我在这里我可以根据需求，我直接打 Wilson 小龙虾办公室，根据你需求来设定。而且你看它整个的界面基本上看起来也变得更加的色彩鲜艳丰富。然后原本的海星这边就变成一只猫，配着这个巨鳌。那其他的话，基本上最大的不同就是它这次支援的包含日文还有英文，我们可以点点看。点了日文以后，它这里的内容都变成日文，然后英文就变成英文，然后底下的这些像什么待命、工作、同步报警也维持着。啊，该可以点的东西，比如说待命，猫咪就跑到待命区工作，在电脑前。同步可以在这个床上睡觉，然后报警一样跑到这个伺服器前面，一样画面还是很可爱。而且这是一个最特别的是，它可以支援装修房间。你只要点装修房间，右边你可以连接你自己的这个验证码，那默认验证码就是建议改成强密码。OK， 我们就先用默认的密码验证，然后寻找验证了以后。你这里可以，比如说你要设定，你要搬新家、回老家、找中介或自己装，你可以搭配你自己的这个 Gemini API， 然后来做一些变化，比如说搬新家、回老家，就你可能后来调整的，然后就变成原本一开始的样子。然后找中介是 OK， 这个就是要搭配你的这个 Nano Banana， 你要把它绑定在这里，或是自己装。底下有一些不同的风格嘛，比如说。随机猫猫哦，你可以自己给它留着，或者是把它取消。OK， 那像这个书柜哦，可以要不要摆一只在这里？所以很有趣，它这真的很有趣。全部拿掉，停电了，这大家自己都可以来玩玩看。就等于说这些是3月以后更新的内容。OK， 今天大概就分享在那里。如果大家还没加入我的 LINE 社群，也欢迎透过我们的连结来加入。我们下次再见喽！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拜拜。